这一讲我们进入新的一年，武帝太初2年。这回新年伊始不再是冬10月了，而是春正月，有了我们很熟悉的农历的模样。年度第一件事是丞相石庆过世。前面讲过，从李蔡开始，丞相岗位就变成了一个高风险地带，凡是做到这个岗位的，要么被杀，要么自杀，总之是和善终绝缘了。只除了万石君家族里的石庆，因为谨小慎微，到了几近变态的程度，总算给自己赢得了一场正常死亡。临终的时候，石庆很可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吧。政坛早已经是酷吏的天下，石庆唯一能做的，只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拼命地把鼻孔抬出水面而已。史记还有交代，石庆做丞相的时候，他的子孙在官场升迁到2000石级别的有13人。等到石庆过世之后，这些人先后都因为触犯法网，纷纷从高处陨落。万石君的孝顺谨慎的家风日益衰败了。这倒不能苛责石家，因为武帝政治的后半段里，官员确实是个高危职业。监狱里的2000石高官，虽然新人来旧人走，但总数始终都在100人以上，全国人民都很难。诸侯王被推恩令搞得不剩几块土地，彻侯年年被找查闷罪。至于搞生产做贸易，这条路被桑弘羊堵得死死的。先前那些富人和中产被告明令狠狠地割了一茬韭菜，做官要么走酷吏路线，用高风险博取高收益，要么走石庆路线，每时每刻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就算是老老实实的在家务农，在酷吏遍天下的世界里，又哪可能讨得到好去呢？石庆一死，丞相岗位需要有人填补。在常规情况下，只要是科层结构的组织，高层一旦出现空缺，下面不知道有多少人削尖脑袋要抢占这麻椅子。但荒诞的场面出现了，武帝任命公孙贺继任丞相，这依照当丞相可以封侯的惯例，封大为葛邑侯。没想到公孙贺才一接到这个任命，整个人就垮了。按说接受任命应当行起手礼，礼毕就该起身，但公孙贺的表现是顿首涕泣，不肯起，也就是跪在地上，基本上就是磕头的姿态了，只是哭，怎么都不肯起身。我们常规的想法里会觉得公孙贺只是惺惺作态而已，心里不知道有多美呢。但并不是，公孙贺哭得无比真诚。资治通鉴写得简略，汉书把这个场面写得活灵活现，说公孙贺不肯接受丞相印绶，一边顿首涕泣，一边找理由推辞，说自己只是个边郡来的粗人，凭着骑射的本事做了官，哪有当丞相的素质呢？武帝和朝党里的所有旁观者们都被公孙贺这真挚的哀嚎打动了，禁不住也落了泪。武帝发话了，快把丞相扶起来。但公孙贺拿出了撒泼耍赖的这个劲头，死活是不起来呀。武帝一看，好吧，你不起来，那我起来。武帝就这么起身退朝了，逼得公孙贺实在没办法，只好谢恩。退出朝党之后，大家问公孙贺为什么反应这么大，公孙贺很含蓄地说，主上圣明，我呢却不称职，将来要担大责任的，我就算是完蛋了。这位公孙贺前门呢已经有过很多次出场了，他的父亲是平曲侯陇西太守公孙浑爷。武帝还在做太子的时候，公孙贺就做了太子舍人，算是武帝的嫡亲班底。而且从亲属关系上看，公孙贺娶了卫子夫的大姐，和武帝结成了联军。从职场资历上看，卫青北伐匈奴的时候，公孙贺经常自领义军，也曾经立功封侯，所以他和那些毫无背景、敢拼敢打的酷吏大不一样。没人比他更懂官场，在他的角度上，最佳生存策略莫过于挂个闲职，小心翼翼地保住眼前的富贵。但很无奈，武帝不给他这个机会。当年3月，武帝巡幸河东郡，祭祀后土。下5月，在民间征用马匹，补充军马的不足。当年秋天又是蝗灾，这个时候2师将军李广利率领的西征大军已经渡过了盐水，
今天新疆境内的塔里木河浩浩荡荡行进在西域世界，沿途各个小国都在惊恐之下坚城固守。按说李广利的目标只是到20城夺取宝马，犯不着跟沿途这些小国闹矛盾。但问题是，正应了大渊国王的算计，汉军几万大军行进在不毛之地，后勤补给根本跟不上，必须沿途取食。先前西域诸国从武帝那里得了不少的好处，有多少使者不但去过长安，还跟着武帝一道巡幸汉帝国的名城大都，熟悉度有了，交情也有了。现在看着汉军过境，标准动作应该是单食胡浆以迎芒师，怎么反而坚城固守呢？史料并没有给出回答，不过不难推想，一来犒劳了汉军，就等于跟大渊为敌，同时还得罪了匈奴，夹缝中间难为人。二来呢，西域小国基本都是守着一片绿洲建立起来的城邦国家，规模有限，实力单薄。如果应付这几万大军，人吃马喂，确实应付不来。三来呢，大家都见过汉军俘虏楼兰芒、攻破车师国的先例，就算明知道这一次李广利的目标只在20城，但也难免会担心他搂草打兔子，顺手把自己灭掉。这就说明了李广利这次西征太仓促了，只顾着征兵了，没来得及把外交工作铺垫到位。这个时候摆在李广利面前的选择就只有一个，走到哪儿打到哪儿。如果几天之内打得下来，那就能有一轮补给；如果几天之内打不下来，那就忍了，走到下一站再说。就这样一路边打边走，终于到了玉城。先前汉使砸毁金马，东归长安，就是在玉城遭到伏击，全军覆没的。如今李广利到了玉城，即便旧账暂时可以翻篇，但哪怕仅仅为了补给，也必须发动强攻了。而这个时候，西征大军已经从出发时候的几万人锐减了一个数量级，而这仅余的几千人又饿又累，已经谈不上有多大的战斗力了。那么以这样一支疲弱之军强攻玉城，结局不出意外，真的就是大败亏输，伤亡惨重。李广利和高层将领一商量，咱们才到玉城就已经这么狼狈了，难道还要继续往前走吗？当然不能再往前了，军队原路返回。这一去一回，终于到达敦煌的时候，算来花了足足2年时间，人员折损10之8九。这别说20城的宝马了，就连大渊的国门还没摸着呢。李广利派使者向武帝做工作汇报，说不是军兵不能打，实在是补给跟不上，饿的，要不暂时退兵好了，以后增兵再战。李广利纯属依凭裙带关系，第一次做了指挥官，对职场竞技毫无经验。至于他身边那些有经验的高级将领，就算猜得到武帝看到这样一份战报会是什么样的心情，估计也只会觉得天塌下来，反正有李广利扛着。当然，武帝是勃然大怒，派使者把守玉门，说军队当中只要有人敢进来一步，立即出产。李广利吓怕了，只好驻军敦煌，不敢越玉门一步。使者把守玉门的这个动作，史料原文用的是一个遮字，遮玉门，从此成为了一个文化语码。我们看盛唐诗人李琦的名句，闻道玉门犹被遮，应将性命逐清澈，用的就是这个典故。不过问题来了，李广利率师东归，到达敦煌，准备继续东行，而武帝呢，派人在玉门拦截，严禁李广利再向东一步。这就意味着玉门在敦煌的东边，但今天我们去敦煌继续向西向北才是玉门，而且我们早已经背熟了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样的诗句，在我们的印象里，玉门关和它南边的阳关才是胡汉分界线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敦煌到底什么时间设郡？玉门到底是玉门县还是玉门关？到底在地理上又有怎样的变迁？历来争议不断。我这里就取魏迎春、郑炳麟2位先生的说法好了。车师国被汉军攻破之后，汉帝国扩建防御体系。所谓玉门，并不是我们熟悉的那座玉门关，而是位于敦煌以东、酒泉以西，
要等到武帝后元年间，玉门关迁到敦煌郡西北160里的地方，才成为春风不度玉门关的那座玉门关。以武帝的风格，死几万人不是多大回事儿，但面子上实在是输不起。本来浩浩荡荡几万大军远征大渊，为的是洗血国耻，结果打出一个天大的笑话来。以后大汉天子这张老脸在买国使臣面前该怎么摆呢？而且很现实的问题是，经此一役，西域诸国一定会重新聚拢到匈奴阵营。张骞凿孔以来好容易开创的大好局面，就这样转眼成空了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所以这一仗必须死磕到底。但没有想到，偏偏祸不单行，汉帝国又遭遇了一场重大挫败。所有人都劝武帝先把大渊问题放一放，从长计议。武帝真的会从长计议吗？我们下一讲再见。